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总统连任政纲中的中国议题啊。当然，我们也会讲川普总统连任政纲，但是我们重点还是讲中国议题。先说新闻啊，那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是今天开啊，今天的晚上开，一连4晚啊，在华盛顿州啊北卡一起开啊，连线开。那么现场和视频混合举行啊，这是总统大选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造势活动啊，那么。星期天昨天就是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这个发表这个第二任就是连任的施政纲领啊，那么其中包括中国议题啊。那么上个星期是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然后这个拜登接受这个民主党的提名啊，作为这个总统候选人出征这次大选。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川普总统的连任政纲呢，涉及到10个议题啊，包括经济啊、教育啊、外交啊、国防等等，它10个议题。那么他的这个竞选这个连任的这个政纲呢，它的优先次序是什么？第一是什么？第一是疫情啊，第一是国内就业啊，第二是对抗疫情，第三是中国专题啊。那么中国专题放的第三啊，基本上是你可以看到，川普的竞选班子是把议题这么排啊，那么就业放第一，疫情排第二，然后是中国啊，这样子啊。那么相对比拜登来说啊，川普总统的中国政策更清晰啊，更成型啊，更有重点啊，他把重点放在第三，说明他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就具体讲，在这个川普总统的竞选政纲里面，中国议题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啊？总共讲了5点啊。第一点，中国要为这个疫情在全球扩散负全责啊，承担所有的责任，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要从中国带回10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从中国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的这个企业会获得这个税收抵免啊。第四，将重要的制造业，比如说制药、机器人等技术带回美国的企业，将会获得政府的全额资助啊，这第四。第五，把这个业务外判给中国企业的，不会再获得联邦政府的合约啊，就是5点。那么我等一下评价，我先把其他讲完啊。一个是就业啊，就业呢，它主要是3点。第一点，10个月之内要创造1000万个就业岗位，这是个很可怕的任务啊，很可怕。10个月之内，那么也就是说1个月平均1个月要100万个就业岗位，那你可以看到经济是这样往上跑，你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啊。这是第一。第二，创造100万个中小企业啊，那当然就是你要制造这么多就业岗位，必须要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啊。那么100万个中小企业，那平均一个中小企业有10个员工，那么就有1000万个就业岗位啊，大概是这样。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一除的话，1个月要有10万家中小企业诞生，那差不多才会这样的效果。那经济是要非常蓬勃才行啊。这第三。第四，减税啊，来增加这个实质性的工资，保住工作岗位啊，这是3点啊。然后对抗疫情啊，它也有3点。第一，
年底之前要开发出疫苗啊，第一点。第二点，目标是在明年恢复到正常，就 reopen， 明年要恢复到正常啊。第三，为全国医护人员提供药物和物资啊，做好这个补充库存，准备将来的这个疾病大流行，就3点啊，3点对抗疫情。那么健康还包括医疗卫生、教育、这个保护警察、这个结束非法移民、保障美国工人、为未来创新，还有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好，我们先说这个中国部分啊，中国部分。中国部分其实大概分两块，一块是什么？疫情追责啊，疫情追责啊，另外一块是什么？另外一块就是脱欧啊，其实基本上就是这2块啊。第一块疫情追责啊，疫情追责这个是个大杀器，这个大杀器呢是川普总统手里的最大的一个武器啊，就我讲的是武器，当然是针对中美关系而言啊。那么如果川普总统要把中国议题变成一个吸票机器的话，疫情追责是个核心议题啊，有几个原因。第一，美国人切身感受，你想一下，疫情造成了什么？造成了美国十几万的人口死亡了十几万人啊，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经济受到重创啊，这两个后果让美国人有切身感受，切肤之痛啊，这是第一。第二，疫情现在由于疫情对川普总统的这个批评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个越来越多，如果川普总统这个把中国议题提出来的话，那可以把这个责任的主体转移，因为当然你如果大家都在研究，都在追究谁引发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的责任就会减少，就是关注度就没那么高啊。所以呢，他会把这个责任主体开始转移，就是说或者是媒体关注的视线就会往前跑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从目前来看，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追责这个议题呢，没有展开，从头到尾到现在，只是川普总统每次都讲一嘴，就是每次一讲就讲，这件事情是中国造成的，那么我们要对中国要采取行动，每次都是讲到这里就停下来了。那每次川普总统就像复读机一样，把它讲一遍啊，这件事情来自中国，中国没有本来应该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他没做好，然后这件事情蔓延到全世界，中国要为此负责。好，每次复读机是讲这4段论啊，但是就不往下走啊，我觉得这是川普团队的一个策略啊，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第1阶段协议啊，每次川普总统上来也是3段落啊。第一个，这个很厉害啊，这是个 big deal 啊，然后中国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商品，然后这个我们还要继续让他继续买，大概每次都讲的是一样的话啊。那么关于疫情追责，这是一个没有完全开发的议题啊，有新鲜感，不炒冷饭啊。如果川普总统启动这个进程，如果川普总统真的启动了这个进程，那么疫情追责将是中美关系一个新的里程碑啊。那么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对抗会进入一个实质性接触的领域。那么真的很多实质性的这个对抗的手段
我认为如果要发生的话，就会在这个时候发生。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发生的理据更充分，或者是说美国人会更接受在这个时候采取更实质性的制裁措施，而不仅仅是说取消一个签证啊等等，这太小了，太轻微了啊。那么更多的实质性的，如果川普总统是部署在这个阶段把追责这件事情引到这个进程当中去的话，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实质性的措施都会在这个时候出来啊。那么大概是一个疫情这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就是我讲的这个脱钩那么其实后面这几个对华政策基本上有2个特点，第一个都是和中美经济脱钩有关，是针对脱钩展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帮助美国的制造业帮助美国制造业就是帮助美国复兴制造业。川普总统上任到现在，他一直在推动复兴美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因为跟他的选票有关川普总统基本上在他当总统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竞选，川普总统一直是边当总统边竞选，就是你很难看，你很难分清楚川普总统他到底是在当总统还是在竞选总统，他一直在边当总统边竞选总统，所以他很多政策是跟什么有关？跟竞选有关。你比如说他复兴美国的制造业，美国的制造业没落了，因为美国产业升级，推动它的高科技领域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那么美国要推动它的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它必须腾出整个国家的资源投入到这里面去。你资源投入到高科技领域，其实你很多领域的投资你没办法进行，包括人员，包括资金，包括场地，包括土地包括这些大家的关注度等等，很多你都要腾出来。腾出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美国制造业没落，因为整个成本在上升。这是一个进程。但是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一直在高喊要恢复美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因为他的选票很多是来自于蓝领，所以他需要从选票的角度我认为恢复制造业就是针对他的选票。这是川普总统的一大毛病，大家经常批评他的一个毛病，就是他分不清楚他在当总统还是在竞选，他的政策这两个跑来跑去，互相交叉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就针对，当然如果你可以看这是一箭双雕的政策，一方面可以脱钩把制造业从中国拉回来，拉到美国去这是一个脱钩的行动同时呢又能帮助美国复兴制造业然后又能够帮助川普总统获得蓝领的选票这是一箭双雕的事情川普总统很多的政策你都可以分析得出这种效果来那么你可以看我们总的来说总的评价一下川普总统把就业放第一，当然这是大家都关心自己的饭碗那么把疫情放第二很合理，因为现在疫情仍然是美国现在当前最要紧的一个问题把中国放到第三，可见作为一个现任的总统，他的所有的政策他的所有的政纲都有可行性，他必须有可行性。为什么？因为他是个现任的总统，他这个现任的总统，他不仅仅要讲清楚他的政治方向，他更需要讲清楚他施政的目标是什么，还要很清晰。他跟一个没有执政的这个候选人，大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拜登的这个政纲里面是基本上没有提到中国议题大家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上任
他没有上任，他的诉求的方向更多是从理念性的，大家可以接受。但是作为一个现任的总统，那你必须讲清楚你想干嘛，因为你在任上，所以这个不一样，这完全不一样。这也反映了什么？就是这个政纲的布局，你可以看出来现在川普总统的处境，他的政治处境啊。那么从一系列的民调来看，这个拜登还是领先8%到12%之间啊，大体上民调是这么反映啊。那么当然，在上一任2016年啊，所有的民调都破产了，因为民调反映的情况和选举结果对不上。所以这次的民调呢，大家都会有疑问啊，大家都会疑问，这次是不是又是一样的情况？这边有2个问题啊，2个值得关心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不具体评价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CNN 啊 ，CNN 8月16号 CNN 公布了一个8月12号到15号的民调啊，这个民调的显示什么呢？显示川普和拜登的支持率只差4个点，只差4个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啊。那么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个情况，就是说，因为7月份 CNN 的民调呢，这个还有10%以上的领先啊。那么其他的民调差不多都是10%左右，就8%到12%之间，大概是10%左右。那么在6、7月份呢，这个 CNN 的民调，拜登还有14%，6月份是14%，7月份是10%啊。那么到了8月16号，2个月之后，这个差距一下缩到了4%，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很多人都认为 CNN 这个调查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男性的这个支持率高估了啊，一个。第二个，低估了拜登在少数族裔里面的这个支持度。就这2个啊，这优势，一个高估了，大部分的人认为啊，其中包括什么呢？其中包括一些媒体啊，认为就是高估 CNN 的民调高估了川普总统在男性中的选票的优势，低估了拜登在少数族裔中的优势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基本上你现在来看啊，在大部分的民调基本上都反映了什么？我看一下哈，基本上反映了拜登大体上10%左右的领先。蒙茅斯大学8月10号11%啊，那玛丽斯特是8月13号是10%啊 ，YouGov 8月23号10%，基本上差不多都是10%到12%之间啊。那么这里面就有2个变数，第一个变数是什么？第一个变数就是全国代表大会啊，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造势活动啊。民主党刚刚开完上个星期啊，那么传统上呢，党代会是一个竞选活动的一个动员。那么这次有点不同，这次呢，因为疫情，所以呢，党代会呢都会大部分主要都集中在线上，但是也会有一些现场啊，但是现场的规模就会大大缩小，它影响有多大不好说啊。先说说民主党啊，民主党的党代会结束之后，拜登的支持率是上升了的啊，上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啊。那么 ABC 和 IPSOS 的调查是支持率上升了8个点，然后 YouGov 也上升了大概7、8个点啊，7、8个点。那么现在就剩下什么？现在就剩下共和党了啊！共和党是今天开始，今天一连4天啊开始。那么共和党的效果怎么样？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指标性的作用，就是民主党
党代会结束之后，然后共和党的党代会结束之后，双方的这个力量对比会是一个下一阶段的一个起点啊，大概是一个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就会保持密切的关注啊，关注什么呢？关注下一阶段川普总统的施政和选情之间的关系啊，大家一定要高度关注这件事情，因为美国大选关系到全世界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很重要啊。那么尤其是川普总统啊，川普总统的特点，我还是那句话，川普总统的特点就是他当总统跟他竞选分不开啊，根本掰不开，他的政策根本掰不开啊。这是一个我们今天的主要议题。我们还有一个议题是什么？还有一个议题就讲这个最近解放军突然进行了大规模的军演啊，军演。上个星期这个美国驱逐舰马斯廷号穿越这个台湾海峡，很震撼啊，很震撼。然后呢，这个星期解放军会一连进行1个月之内会进行最少9场军事训练，4大海域啊，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就是中国的沿海，全部进行这个新一轮的这个实战化、体系化、全天候的作战，南海、黄海、东海、渤海啊，这是一个。然后呢，这个胡雕盘也出来讲，他说军演是解放军直面各种风险，并且战之能胜的宣示。南海目前基本是美国单方面进行军事挑衅，中国与南海声索国防止军事摩擦的态度比较清晰坚决。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是西太平洋紧张的主因。这个战略在南海周边得到的配合度比较有限啊，这都是这个话都绕脖子讲啊，讲绕脖子话啊。这个一个总编辑把文章写成这样，也是奇葩。然后大陆有一个叫这个宋忠平的，就是军事评论员啊，他这么说啊，他说军演不只是强调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范围内进行。如果这就开始把这个军演加上政治含义了啊！如果未来台独触及底线，有可能各个的海域会连通啊，连通什么呢？我不知道这什么叫连通，把演练转化为实战行动啊，这就是绕脖子讲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如果台独触及底线，那么军事演习就会变成军事行动，就这么简单，他非得绕着，而且4个海域互相连通啊！为什么叫互相连通呢？难道从南海调兵调到这个东海去吗？这不知道什么叫连通然后我们就继续说一下啊，南海的军演覆盖什么呢？覆盖东沙群岛西南和西沙群岛啊，然后渤海、南海。有多个航行警告今天开始生效，然后黄海的航行警告上个星期六生效。唐山海事局发布渤海航行警告，周一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很长时间啊。那么实弹演习啊，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解放军东部战区同时发布海军航空兵在东海海域的军事演习的片段。好，我们来评价一下。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还是那4个字啊，我一直在讲啊，4个字：虚张声势啊。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解放军军改之后，每年的7月份到8月份是解放军战区级演练的高峰。叫跨军兵种的联合演习高峰期，7、8月，7、8这2个月份是个高峰期啊。那么这几年呢，中国有一个普遍的做法，
就是把这些常态性的例行的军事演习包装成什么呢？包装成一个有针对性、有目标性的军事行动。通过这种包装呢，赋予它的政治信息、政治含义，这叫广东话叫一鸡两味啊，就是一鸡两吃，就是我这头呢又是平常正常的军事演习啊，例行的军事演习，这头呢就把这个军事演习讲成一个针对台独的一个军事行动啊，这是有针对的释放，起到一个我随随便便的做一个训练，变成一个有政治含义的军事演习啊，这是。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叫什么宋什么鬼啊？宋中平啊，宋中平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我是军事演习，我军事演习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啊，你要搞台独。我军事演习就变成军事行动，直接打过去了。大家想一下，你要发动一场这种战争啊，就统一战争啊，你得进行，如果发动一个这个级别对台作战，那要进行全国范围之内、全国范围的动员，有军事动员，有各种物资准备，你要集结，部队要集结。啊，然后国内的要进入各种就是叫什么就战争准备状态。这种战争准备状态，在现在互联网时代，你动一下，你别说这种级别全国范围的动员，一定是全国范围的动员。你就是中印边界的冲突，你说说看，那个穿城而过的军车。包括运坦克的这个火车，你想一下，首先你要进行这方面的集结，你会瞒得住吗？我不相信，你会瞒得住，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要进行一场这个对台作战，至少有3个准备啊。第一个，舆论准备。你至少要告诉大家，我出兵师出有名，你得把这个舆论造起来，对吧？这个舆论准备。第二个准备，军事准备，你要动员，你要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布局，你不能说我把部队全调走了，那边打过来怎么办？其他地方打过来怎么办？你肯定重新布局。那全国性的调兵部队行动，全世界都会知道。首先卫星会知道吧？这第二个，第一个是舆论准备，第二个军事准备。第三个，你社会要进行动员吧，防空洞得清出来吧，这个各种各样的民兵得开始进入训练状态吧，等等，就是社会这3个层面的动员。还有一个，你地缘政治得准备一下了吧，你跟你的盟友得打打招呼，得跟大家讲讲，跟去联合国讲讲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动作，一个非常合理的动作，你这几个动作你都得做，你才有可能进行一场对台作战。你不进行不进行这些准备，你说我演习演着就过去了，那台湾不设防吗？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所谓的一口气有一个月之内有9个军事演习，其实就是虚张声势，因为如果进行这种级别的动员，那就绝对不是天黑悄悄运几辆坦克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迹象？没有看到这个迹象。所以有没有这种含义在这里头？没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打秋风啊！打什么秋风呢？反正有例行的军事演习，就拿来说事儿，仅此而已，没有别的。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杨洁篪政治局委员、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去上个星期访问了谁呢？访问了新加坡跟南韩。那么跟着呢，明天这个外交部长王毅要去哪儿呢？意大利、荷兰、挪威、法国、德国进行访问。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这个访问要3个目的：一，共同落实好中欧领导人共识，积极推进双方重要的政治经贸议题；二，同欧方就疫情防控稳定全球产业链进行合作；三，对外共同发出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一致的声音这个大家应该记得上个星期蓬佩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了趟欧洲然后王毅又去欧洲，然后你可以看上一个星期这个美军在整个的东海、南海活动非常频繁，那么解放军开始在这些地方进行演习大家可以看到双方这个对峙的态度非常的明显，但是中方的做法是什么？中方的做法就是避其锋芒，就是美军来了我先撤，等你走了我再来搞一下，大概就是一个这个路子这个王毅也好，这个杨洁篪也好，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子所以基本上工作还得做，但是呢又不能够直接碰面，不打照面，基本上是个这样的态度。所以软中软，软中有硬，硬中有软，就是既对抗，就是基本上还是那句话，斗而不破，基本上就这样，好吧？好，那我们就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另外，我在这里也特别跟大家报告那么基本上我们在 Patreon 平台上的部署基本上完成了基本上完成了。我们可以在 Patreon 上面提供完整的新闻服务我在这里强调2点。第一点，Patreon 是我们 YouTube 的备份既然讲的是备份 ，YouTube 不会停，不会因为有备份成为这个我们的主要的平台就不见了，不会的我们会YouTube 仍然是我们的主战场 ，Patreon 是我们的备份，或者是我们提供另一种新闻服务的模式那么所以这个两者之间是一个互相配合的关系，互相补充的关系那么有些新闻服务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实现不了，我们就在 Patreon 上面实现。那么 Patreon 呢，仍然在目前这个阶段，它是从属于我们 YouTube 的平台，这是第一个所以 YouTube 不会终止这个服务 ，YouTube 上面的新闻服务不会终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 ，Patreon 它上面的新闻服务呢，有一定的针对性，这种针对性是能够满足一部分网友的需要你比如说。他没有新闻，他没有广告有些网友对广告就因为他时间不够，你播广告他不舒服那么当然你在 Patreon 上面是就没有广告这第一个。第二个，Patreon 上面的他们，因为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五毛会支持我这去 Patreon 所以我们基本上 Patreon 上面的讨论区、评论区是开放，我们不会去限制。所以在这一块呢，有些网友是希望能够在评论区进行讨论的所以这一块是可以实现就是全部是开放的。还有一个呢，我自己的感受，我就不知道其他网友的情况是怎么样。我觉得应该 Patreon 上面的这个应该就是墙里面翻墙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大概它平台还没那么招眼，平台还没那么招惹大陆的针对性的封堵，所以它的播放我自己感觉还不错，因为它实际上是我们放在 Patreon 上面的视频，实际上是放到 Vimeo 上面的是 Patreon 把它 Vimeo 的视频拉过来播放，所以效果还不错效果还不错，大家可以试一下特别是墙内的网友有的时候
经常讲的是什么呢？就是 YouTube 的这个会员机制当中，就是付款这块很麻烦。Patreon 上面就相对好，它可以 PayPal 可以用 PayPal 来就是订阅啊，所以这块呢会对一些网友来说有帮助啊，所以我大概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Patreon 那边呢是我们提供一个更全面一点的会员服务，因为它就是个提供会员服务的平台，而 YouTube 不是 ，YouTube 是主要是公共平台，会员服务是它其中一部分，所以这两个是定位是不同，好吧？我就在这介绍一下啊。那么我们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基本上我们有3个情况、问题、观点，请大家尽量的简洁，好吧？好，我们进入互动啊。明谢 King Tim Lee， 谢谢984 Degree， 谢谢 Good evening sir， Buy you a India Panna Cam， 谢谢 Sophie 蒙，谢谢。好，观点，我本摇摆，原本对川普好感不多，只是因为太反感拜登，不得不支持川普。而这次政纲中的美中经济脱钩和中国肺炎追责，若来真的，我死心塌地支持川普。OK。观点：习越是军演，声势大宣传的多，就越证明不会真打，完全是虚张声势，对内宣传啊。观点：今天朋友圈被电影800爱国情怀软文刷屏，片尾字幕写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50万余人，这直接拿太平洋战争的战绩来给自己贴金，中共简直无耻之极啊！观点：游击战在军事史上说的都是不值一提的，无论是战术理论还是理论高度，都是渣渣。到了真正的战争的时候，游击战战术是打不赢的。那是啊，游击战如果正面战场都没有了，打什么游击战呢？对吗？你想一下，两军对垒，两军之间有一条战线，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啊，任何战争形态都是这样。你比如说抗战有一条战线，这边是日军，这边是中国军队啊。那你要中国军队要守住这条战线，日军同样要守住他的战线，你守不住那个战线，他不就直接打过去了吗？所以你没有主战场，哪来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是什么？我悄悄的运一部分部队跑到他后面去进行骚扰。骚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力量不是很强，不会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别人不理你才会有游击战。我要真的派主要的部队去打你，你的力量不强，你对整个战局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才会不理你。你对这有决定性的影响，肯定要派大部队去打你了，那不变成主战场，那怎么打游击战？打不了了嘛。所以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啊，基本上是不成立的。你可以进行一些骚扰性的活动，这个没问题，作为一定的贡献是没问题，但是决定战争的胜负，那还不是在主战场上，对吗？观点：中国军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话中共挂嘴边，这句话本来是有逻辑问题的。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地球上除了美国人从2战开始没败过，还有哪个国家没败过？是啊，情况，解放军的任何军力调动都会被美国的间谍卫星拍到，没有秘密可言，一定是这样的。其实基本上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部队大规模的集结，怎么会不被发现？一定会被发现。天上那么多卫星跑来跑去，飞来飞去，他们不是吃干饭的，对吧？观点：没有正面战场的游击战是恐怖袭击。情况：澳洲情报机关警告当地大学与中国千人计划的关系。我看到这个新闻啊。观点：这2天在推特上看到一些反共人士
对江峰、文昭还有王先生的抨击啊，对我抨击，我没看到哎。关于班农被捕，你们没有说有利的话，批评一片骂声，说什么高级大外宣之类。这些人都是中共包括墙内民众的缩影，他们做事情跟中共没有区别，就是内斗，一是内斗，二是党同伐异，这些都是中国人劣根性的一部分。中国如果要改，恐怕真的需要被殖民300年才能改变。我不赞成说中国人要改变需要被殖民啊，这个说法大家太不信任中国人了啊，中国人还是可以改变的，关键是在什么条件下改变，这个我以后再说。第一个关于江峰和文昭，我先澄清一下，我没有评论过江峰和文昭关于班农被捕的这个节目啊，我从头到尾没评论过，为什么？这是一个专业新闻媒体的基本要求。什么叫专业媒体的基本要求？就是我们报社也好，电台也好，电视台也好，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当这个案件正在进行审理的时候，媒体是不能够评论的，媒体只能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你比如说班农被捕，这个谁谁谁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抓了他啊，拘捕了他，然后法庭告他什么，就是检察官告他什么罪名，然后什么时候还要上庭，只能报道这些，就是我们讲基本的事实，只能做基本的事实的报道，不能做任何评论，这是所有专业新闻媒体的基本要求。为什么？媒体不能够在审案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案件进行评论，因为这会影响司法公正，会影响评判，就是影响这个审判，叫做会影响司法公正。所以我在香港的所有的职业新闻生涯当中，所有的法庭新闻都是这么报道，甚至不能拍照，只能画下来，就是你一个人在现场看完之后出来把现场画下来，不能拍照啊，这都是对法庭的。如果我来报道，你根本不用听我的报道，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全部都报了啊，根本不用看我的这个，我们根本不需要报啊，我去报道这事情根本是多余。第二，我不能进行进一步的评论，那不就竟然不能够评论，又不需要报道，那我做这个议题干什么？我就不会做这个议题，所以我从头到尾就没有讲过班农这个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于江峰和文昭的这个议题，我也没有评论过，所以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澄清第一条。第二条，文昭的评论我没看，文昭关于这个班农的评论我没看，我只看了江峰的啊，江峰我只看了一半，我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时间看。那么我觉得他们对这个班农的这个评论都是基于他们的一个基本判断啊。至于说什么大外宣也好，这个骂声也好，我觉得都是别有用心。为什么？每个媒体人对新闻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啊，这个判断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中间的啊。因为一个判断就把别人说成给别人做一个这样的定性，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啊。我就基本上做一个这样的回应，好吧？情况，王老师你好，打卡北京，今天是我38岁生日，我从2019年8月3号看了您第一个节目，就一直关注到现在，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说谎，不盲从，独立思考，遇到事情多问为什么。最后感谢王老师给我带来这么优秀的节目，祝节目越来越精彩，谢谢你，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的肯定啊。
提问有2件事请王老师求证或刊物：第一，彭定康状告中国政府一事没有最新消息；二，山东号断裂进水一事没有查到消息源。我是橙色会员，支持王先生。以上提问是敦促王先生保持专业谨慎。第一个，彭定康状告中国政府的一事的确没有最新新闻，的确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这个我在这里澄清啊。第二，山东号断裂进水一事没有消息源，的确如此，我也没有继续跟进啊。那么我会保持对这件事情的持续的关注啊。谢谢这位网友的。谢谢网友的指正啊！我们在我们的日常新闻当中要保持专业，也保持谨慎，保持一个具有专业态度的立场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位网友提出来的这2个新闻都是我特别是后面这个山东号断裂进水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网上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其实没有消息源。没有消息源的原因，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要知道，山东号是个航母，它跟很多军事机密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很难找到确实的新闻源。所以在这个领域呢，你会只是看到一些传闻啊。你没办法最后证实，因为这个证实涉及到军事机密啊。但是呢，彭定康的这个新闻呢，是肯定会有新闻源的，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存在，一定会公开报道。但是后来就没有公开报道。我知道这个新闻应该有问题，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确定最后的确定啊。这个是我觉得我在山东号上面，我觉得问题不太大。那么在彭定康的问题上面，我应该继续跟进啊。这个网友说的非常正确啊。观点：班农的新闻对某人的公信力造成相当的打击，所以某人的媒体系统开始积极攻击其他自媒体，以减少自己媒体公信力的损失，就是这么简单。OK， 我觉得还是其实呢，在每天的这么多的新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在进行新闻的跟踪报道，会发生错误啊，会发生误判，甚至会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景下做出一些不正确的事情，或者是犯错误啊。我不是说给自己找借口啊，这犯错误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会犯错误，一定会犯错误，或就算你是一个正确的报道，中间的一些细节都不一定完全正确啊，所以犯错误会经常发生啊。但这不是最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怎么对待自己犯的错误啊。一个专业的态度是什么？一个专业态度就是2点。第一点，及时更正，及时更正。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不是对我们自媒体负责，及时更正是对网友、对观众负责，对读者负责，因为他听完你的消息之后，他有一个基本判断，而你这事实出错了，你应该更正，告诉他这个事实是错误的，这是对观众、对网友负责任的态，这是第一条。第2条，及时跟进相关的报道。就是你错了，你要改正，这是第一个改正。不仅要改正，而且要继续跟进相关的报道。如果你不跟进，所谓的改正只是一次性的话，其实影响不大，因为你错误就已经错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要保持专业，就是要这2点，做到这2点，好吗？所以很多媒体表现出来不专业的地方在于什么？就是第一，赌新闻是不正确、不专业的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就认为是这样啊，押宝押在这上面，就是赌一把啊，赌对了啊，你看我多厉害、多牛，你看我预测什么什么的，这是不专业的态度啊，这是第一个。第2个，错了不认账啊，不认账啊，就是一定要错下去。
一脚踩到底，这是不专业的。就这2条啊。观点：上周和下属聊中共的腐败，他说中共的腐败主要怪那些行贿的商人。我觉得匪夷所思，更惊讶的是还有人附和他。我的第一反应是开了这名员工，更不是因为我和我的观点不一致，而是有这种思维的人工作大概率做不好。观点：Trump 说增加制造业就业还是有点不靠谱。美国工资太高，做出来的产品没竞争力。应该多投资中小企，还人民发挥自己的创意，还是比较健康的发展。制造业，美国的制造业是可以回归啊，但是你要看什么。美国的制造业，你说如果是做牙刷牙膏，那你就算了。这种我们叫 low tech， 就是低科技的制造业，美国一点优势都没有，完全不靠谱啊。但是美国跟一些高技术有关的制造业，美国是可以发展的。比如说他讲的这个机器人啊，比如说制药业啊，药物的制造啊，造药啊，做药的啊，这些行业，这些制造业，你比如说像芯片啊，芯片讲是讲高科技，其实它也是制造业啊，制造业这种是可以做的啊，这种就是高附加值、高科技领域的制造业，美国完全可以做。但是，如果是这个领域的制造业的话，其实跟蓝领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些制造业需要的都是高技术的技术工人啊，而且这个技术工人的数量没那么大，因为它都是高度自动化的。所以在这个领域呢，其实如果川普总统想把那些 low tech 低技术的制造业，能够真的解决现在失业的那些蓝领，就是低技术的蓝领，也让他回到制造业的岗位的话，这条路是走不通，一定走不通。为什么？你从各个领域的成本来说，美国都太贵，所以做不来的啊。但是你说发展中小企业，减税啊，这都是正确的经济政策啊。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川普总统也好，共和党也好，基本上共和党的经济政策会比民主党的经济政策要更切合这个经济的需要。民主党的经济政策更多的会解决什么问题呢？会解决一些公平性的问题。你想一下啊，资本是嗜血的，它会往非常极端的方向发展。民主党呢，用公平的方法来把这个东西进行平衡，这是有必要的，这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的平衡。所以其实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对国家的贡献都是一样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啊。观点：这次大选的一个 game changer 是疫苗。如果在11月4日前，美国疫苗研发出现重大进展，那将会是对川普一个巨大的白天鹅利好。这次川普提出来未来施政的重点是经济，这也是川普的相对强项。而一个对我认为好用的措施还是减税和把对工作机会带回美国公司进行税收优惠，这是川普屡试不爽的利器啊。提问有点奇怪，国内宣传对越自卫反击战，明明是邓小平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目前强的也可以查到相关资料，但是基本上没有人质疑这种战争的性质，远远不如对朝鲜战争的反思。王老师可以说说这种现象的看法吗？朝鲜战争或者是韩战也没有反思，其实属性是一样的。韩战跟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属性是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对于中国来说，韩战牺牲了那么多的人，
中国投入这么多的资源，而且中共刚刚建政，打一场这样的战争，其实是不明智的啊。但是毛泽东还是决定参战啊。这种参战对朝鲜半岛当然塑造了现在朝鲜半岛的局面，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所谓的自卫反击战啊。自卫反击战，那么国内有没有首先一个韩战，中国有没有反思？我不觉得中国有任何反思。为什么？其实一场战争最重要的成本是什么？任何一场战争最重要的成本就是人命，而中国不把这个人命作为战争的主要成本的话，你怎么去反思？根本没得反思。如果有一天中国把所有的战争都以人命为核心成本进行分析和重新评估，那么中国就有希望。中国对战争的态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中国没有改变，那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中国对内战争也好，内部战争也好，对外战争也好，它所有的战争的属性都是一个，就是反人民的，没有别的啊。情况，今天新京报报道，哈尔滨警察集体吸毒嫖娼，开设赌场等等，承认自己是黑社会了。观点，我认为政治人物的公益事业和私德要分开评价。王老师怎么看？一个公众人物啊，特别是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是一个公职人物啊，公职人物，比如说你外交部长叫公职人物啊，你做国务卿，你做副总统，做总统都是公职人物。公职人物他首先他在公职上的表现，大家会评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公众人物或者是公职人物，公众对他的要求每个国家不一样啊，有些国家会对他的私德网开一面啊，你在家里怎么干，你就在家里的事啊，你关键是要把你的公职干好就行。有些国家的要求不高啊，有些国家要求非常的高，你必须有非常完美的私德，你有任何瑕疵都不可接受。那么这个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啊，不可一概而论，也不能够一概而论啊。所以是不是要分开评价？你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现实来评判，而不是说我们必须这么干或者必须那么干啊，这是一个观点。非常同意王老师关于美国制造业的说法。补充一条，川普反移民的政策会伤害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长期来看会严重伤害美国经济。川普总统的从观念上来说啊，我们还是从观念上来，我们要说态度和本质啊。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说，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川普总统从来没有讲过反对移民，从来没讲过，他只反对非法移民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川普总统说川普总统反移民，这不公道啊！我不是帮川普总统讲话啊，我讲的都是事实啊。川普总统是反对非法移民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但是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他内心是不是支持移民？川普总统内心来说呢，如果他的选票来自蓝领的话，他理论上他会不那么支持移民啊？为什么？因为移民会抢这些蓝领的工作机会，这是一条啊，这是一条。所以基本上，川普总统是不支持啊，第一反对非法移民，第二个不支持蓝领层次的移民。但是川普总统提出来提高移民的这个品质，他有这个想法，什么意思？美国的高科技需要大量的移民，它需要全世界的人才，才能支撑美国高科技的发展。所以在这个领域，我没有看到川普总统有任何的反对的意见。
我觉得按照现在的步骤走，美国没有任何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好吗？提问：今天看到微博和微信热传新疆防疫人道灾难的消息，转发很多，存在很久都没有被删帖屏蔽，会不会出于某种目的故意放松的消息流出？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是星期天一不小心没有值班的人太少，也有可能是这样啊。至于故意放松消息，一般来说很少，一般来说很少，因为对他来说这没有任何好处。你看出这些消息对他有任何好处吗？没有任何好处啊，是吗？情况猜测明天深交所有重大信息披露，下班后经过深交所整栋大楼灯火通明，以前加班经过也没见过这个架势。后天是深圳40周年，相比近期有各种发布也不意外。OK。提问：民主党在台湾问题上取消一中说法，王先生觉得有什么实质意义吗？我们只要记住啊，就是无论是川普总统的政纲也好，这个拜登的政纲也好，基本上他们都属于政治宣示啊，它还不是一个政策啊，它不是一个政策。川普总统离政策还近一点，因为他是现任总统。对于拜登来说，他离总统还很远，所以他做这个动作，民主党做这个动作有没有实质的意义？我觉得没有实质意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反映他的某种取向，也不见得啊。你要知道，美国的文章的行文方式和中国不一样啊，中文的行文方式和美国又不同啊，所以它会不会是一种行文啊，也不好说。而且对于民主党来说，他不在执政，他没有那么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有实质性的意义啊，我不觉得有实质性的意义。好，明谢 TT， 请王老师吃北海道蛋糕，过2天加入油管会员，这样就没有广告了。想问，看广告或者是加会员对您收入有什么影响？对您收入有何区别？我也不知道，这个我没有评估过，评估不了。你来，我对所有的网友说同样的话，大家来就好，大家来，只要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互动，我已经非常的感激啊，因为这就是对我的支持。那么有些条件好一点的网友，他加入我的会员，那当然我觉得我更感谢啊。有些网友甚至在这个 PayPal 上面打赏，或者在现场打赏，我都非常的感谢，这是对我的某种程度上的支持啊，就是说提供更多的资源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这种支持力度更大。那么还有一些网友，昨天我在 Patreon 上面看到有些网友，我不是鼓励大家哈，我是说给大家听啊，说他是我们 YouTube 的会员，也参加了这个 Patreon。我讲这个话是什么？我讲这话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是我们的网友对我非常的支持啊，它不是一般的支持，还很大力度的支持。但是不管什么力度的支持，我都感谢。就是有钱出个钱场，没钱出个人场，或者是大家只要来，我都感激啊，都感激，各个程度我都感激。我觉得这种支持是我继续做下去，继续做好它的最重要的动力啊！我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啊，感谢一下。常见，谢谢。真相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非常正确。媒体为什么有力量？媒体的力量来自于真相啊。10月天，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加入我们的 Patreon，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